哪有好人穿着胖次打赢 BOSS 进入动画的呀？巧了，咱男主小乐就是这般奇人。一旁的公主庆幸终于能和小乐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，却被对方一脚狱卒踹飞了10米远。原来这是款垃圾游戏，途中的种种纠纷基本都是这位公主搞的鬼，害死村民也就算了，还害死队友。最离谱的是打着傲娇的名号乱发脾气，每次都得花好几小时哄他。小乐通关后觉得这一脚踢得太解气了，在未来前行游戏当道的年代，大批游戏涌现，自然也不乏烂作。这些游戏不仅 bug 多，还坑玩家。这些游戏被玩家们亲切地称作粪作。小乐就是那种喜欢挑战烂游戏的高手，对他来说，每次过关都像重获自由。就是这么个喜欢自虐的游戏宅。学校里还有个暗恋他的小迷妹，他每次想和小乐打招呼，总是被别人打断。这大概就是缘浅情深吧。小乐通关后，傍晚又去了游戏店，他一边吐槽，一边还沉迷其中。店长实在理解不了这种快乐。正当他不知道选什么游戏好，店长担心他的健康，推荐他偶尔换换口味，试试神作《香格里拉边境》，是个在线玩家超3000万的大作。经过一番了解后，小乐对这神作产生了兴趣，戴上 VR 头盔，开始了新的旅程。游戏一开始要选职业，在众多职业中，小乐选择了双刀流佣兵，出身选择了幸运高但防御弱的流浪者。然后是设计角色外观，经过精心挑选，小乐的造型非常抢眼，估计连童老爷都得佩服。开局一只鸟头，出身什么都没有，小乐就这样开始了神作的探险。因为选了流浪者，角色随机出现在新手村附近的森林，他正看地图去新手村的路上，突然一只哥布林偷袭他。战斗结束，正查看哥布林掉落的东西，身边的草丛突然响了起来。虽然他做好了战斗的准备，但这怪物速度快得吓人，差点让他没躲开。看那怪物一刀就能把树斩成2半，小乐忍不住冒了一身冷汗。这要是被那一刀砍中，可不就得原地复活了。他还没从那惊呆状态回过神来，魔物的第2波攻势已经迎面扑来。也许是因为那些粪作游戏里也玩过类似之狼的，小乐居然能迅速做出防御和反击，趁着魔物被击退的空当立刻反击，一刀就把魔物给劈飞了好几米。那魔物没死心，又被砍飞回来，立刻准备进行第3轮攻击。小乐已经识破了魔物的动作，直接防御，一刀就劈向魔物的胸口。这场战斗一结束，等级直接跳到4级，居然一点 bug 都没有。小乐对这游戏突然就兴趣满满，经过了1个下午的疯狂练级，等级也飙升到了12级。可那种带暴击的兔子真难遇到，辛苦刷了好久才凑齐2把暴击刀。这时小乐发现自己已经走得很远，相比之下新手村已经远了，他现在离第2个城镇更近些，所以决定直接前往第2个城镇。横山有纪监制的画作就在他刚走出森林，小乐就碰上了游戏中的第1个 BOSS。 首先试探对方的攻击方式，小乐先来个闪避 buff， 哥们儿新手上路就能这么流畅躲开攻击，可能是常年玩烂游戏的功劳。对小乐来说，这大蛇的攻击简直小菜一碟。他正想着轻松击败大蛇的时候，结果事情总是不按套路出牌，他一刀下去居然把新手刀给毁了。看着那把用着顺手的武器就这么废了，小乐赶紧掏出压箱底的暴击双刀。第2轮较量正式开始，大蛇先是用尾巴来了个鞭打，小乐立落地一跳躲过去了，然后打算用最强技能反击，结果还是图样图森破。大蛇一口毒液就让他洗了个全身浴，直接中了每10秒掉血的状态。因为没加耐久技能点，小乐只剩下30点血了。小乐的时间不多了，幸好他玩遍了所有粪作，是个老手，这点难度对小乐来说还是小意思。双方又打得难解难分，这次小乐可是有时间限制了。幸好这游戏暴击不靠运气，而是得打在对的地方，或是击中某个特定弱点才能暴击。看着这条满身鳞片的大蛇，小乐一跃向他头部发起攻击，结果效果一般，不成再来一招。这回小乐用技能在鳞片上弄出个小坑，然后用双刀狂砍，痛的大蛇用尾巴回击，小乐本能一跳躲开了，但这正好中了大蛇的圈套，空中没法移动，大蛇一口就把他吞了。这时小乐觉得自己太自大了，想不做准备就打第1个 BOSS， 真是太天真了。但谁知单身的小乐力气惊人，竟然没加力量就挡下了这一击。这一刀终于结束了战斗，小乐也升到了14级，正想好好看看战利品，但中毒状态提醒他时间不多了。小乐赶紧加耐力和敏捷，冲向第2个城镇。路上碰到个好心玩家，告诉他旅店在哪，还有如何更新复活点，省了不少时间。跳过 NPC 的对话，小乐最后1秒终于刷新了复活点，然而还没高兴2秒就挂了。同时新手村来了个全副铠甲的高手，身上还有攻略党标志，原来是暗恋小乐的妹子。本想在新手村偶遇小乐，可惜白等了一场。后来他找遍了新手区，却没看到小乐，他一刀就解决了大蛇。这时妹子凭对小乐的了解，猜他可能直接去了第2个城镇，就继续去找小乐。休息了1夜后，
小乐开始看看这城镇有啥，因为独特的裸妆引了不少围观。为了不被当怪人，小乐赶紧买了便宜防具，不求属性，只求别被当怪人。接着去武器店看看都卖些啥武器，属性一看就让人哭笑不得。小乐说这些都比不上自己的暴击刀强。老板见状就跟他说自己锻造的武器属性会好很多。小乐就买了把矿镐开始挖矿石，结果挖了好久才找到2块铁矿。这时一只沼泽蛙悠哉的路过，还跳到小乐旁边扔泥土嘲讽他。小乐也不客气，直接用矿镐把沼泽蛙干掉，然后用哥布林斧子补了一刀，顺便弄到了一张沼泽蛙皮。经过1个下午努力，小乐挖到了满袋的铁矿，还挖到了1块稀有矿石，正好用来打造专属武器。锻造的时候，小乐去买了药水和地图，耐久度减少了一半。等他回来时，2把绿色的武器已经做好了。这武器暴击后能让耐久度减半一段时间，正合小乐喜欢的刺客打法。店长接着告诉他，武器不只能锻造，还能强化，以后有材料可以对武器做相应强化。看来这把绿武器小乐要用好久。不止这些，店长还提醒他晚上最好别出城，因为晚上的怪物比白天的要凶猛很多。但爱挑战的小乐哪会听劝，直接出城去和怪物战斗。一番激烈的战斗后，小乐终于体会到晚上的怪物有多强。虽然自己等级提升了，武器也升级了，但还是被逼入苦战。夜晚的哥布林攻击速度都翻倍，动作里还带着连击。更糟的是，这些猛如虎的哥布林还特能晃人，战斗一下子就变得很艰难。小乐心里闪过逃跑的念头，就在他决定拼到底的时候，突然一声爆炸让战场大乱。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太自大，轻视了这个游戏。一个神秘的魔物路卡翁出现了，这是个游戏里从未有人遇到的魔物。在这个游戏中，从开服到现在还没人成功打败过这种独特魔物。小乐到底有多疯狂呢？不仅直接跳过新手村单挑首个 BOSS， 就连面对游戏7大最强魔物也没想过逃跑。虽然对方是一脚就能秒杀高级哥布林的存在，但小乐想的依旧是自己只要不被打到就可以了。双方对视2分半后，路卡翁率先发起攻击，还好小乐反应灵敏，用出完美招架，但接下来的反击却连路卡翁的毛发都砍不断，不给他丝毫的喘息机会。路卡翁立马发起第2轮攻击，小乐肾上腺素直线升，但叠满 buff 一刀也没造成半点伤害。此时月光被乌云遮蔽，路卡翁发动隐身技能，一瞬间连气息都完全隐蔽。还好小乐动用全身的感知，勉强躲开了这波偷袭，但依旧没法对路卡翁造成半点伤害。接着第2轮月光被遮蔽，路卡翁再次隐身消失。有了第1次的经验，小乐慢慢开始跟上节奏，一连贯的攻击都能完美闪躲。双方一时间打得有来有回，一个打不中对方，一个打对方不掉血。僵持了2分半钟后，小乐终于意识到这样不行，因为再打下去恐怕自己没受伤，武器就因耐久问题首先报废了。于是他决定故技重施，集中弱点攻击。面对这个充满压迫感的对手，小乐感觉全身都无比兴奋，攻击的动作也越发的行云流水。就在他以为这次弱点攻击十拿9稳时，路卡翁眼皮一闭，让他明字了现实的残酷。被弹开的小乐本以为这距离路卡翁应该攻击不到自己，结果新技能饿狼咆哮立马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，这个咆哮还自带麻痹效果。此时月光再次被乌云遮蔽，还没从咆哮中反应过来，又吃一发新招式。小乐终于意识到现实是如此残酷，自己连对方的招式都没法看清。唯一庆幸的是幸运高吃了一招都还剩下一点血，但路卡翁的强度并没有让小乐绝望，至少这种不是 bug 强度，而是一种可以人为战胜的强度。作为资深高玩，小乐原地立下誓言，不管游戏如何，自己迟早有一天得打败路卡翁，只希望他别在自己变强之前就挂了。一想到这儿就联想到索隆被鹰眼追着砍的画面，这样一来第1轮对决就以小乐被吞结束了。挑战的代价吗？路卡翁给小乐施了个诅咒，被诅咒的部位啥装备也别想穿。小怪见了小乐连滚带爬都要逃，这下好了，小乐直接成了名副其实的暴露狂。要解这诅咒，只能要么找圣女进化，要么打败路卡翁。小乐这回真觉得自己完大了，虽说没能干掉对方，遇上特殊魔物也能收获不少经验，所以小乐的等级一下子就冲到了。小乐把所有属性点都加到速度和幸运上了，穿不了防具没得选，加点耐力也是白搭，小乐只能走玻璃炮这条路了。正自安慰防御也没啥用，突然天上掉下只兔子，兔子招手让小乐过去，然后带着小乐一路走到了个小巷里。小乐猜这兔子抓住了能出好东西，正要抓到的时候，兔子突然召唤出个传送门，转身就走进门里了。看过资料的小乐意识到遇上稀有任务了，二话不说跟着钻进门里。谁知门里提示推荐等级级，然后小乐就被传到了全是致命兔的地方。兔子解释了带他来的原因，原来他那完美闪避和致命一击已经传开了，这消息已经传遍了兔之国，他是第1个被诅咒而非被直接干掉的。
意味着陆卡翁已经认可他了，所以兔之国首领想见他一面，这下可算是转危为安了。小乐原本以为这号玩不下去了，结果这诅咒反倒带来了这场奇遇。他满心期待首领会给他啥好东西，结果一只压迫感十足的兔子出现了。这就是兔之国的首领巴伊斯亚修。兔子首领问小乐要不要接受他的私人训练，这种机会哪能错过？小乐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本以为说错话要挨揍，谁知道首领很欣赏他这一举，首领马上就收他做小弟了，安排自己的儿子好好照看这位新兄弟，打算带小乐先去兔子村转转。小乐说他得先下线处理点私事，兔子只好先带他设置复活点。首领正打算休息，但突然想给新兄弟个礼物，然后就给小乐戴上了一个惊艳减半的项圈，没有首领的允许根本摘不下来。对本就不能穿防具的小乐更是雪上加霜。小乐仔细研究了这个装备的详细信息，经验虽然减半了，但升级得到的能力点却能变成倍，这装备明显就是个破坏游戏平衡的神器啊！还是让等级不高的小乐拿到了，未来他的敏捷和幸运属性肯定要飙升。查看论坛时，小乐发现这次奇遇竟然无人知晓，连这个项圈都没人记载。小乐决定独吞这份秘密，悄悄变强，不告诉任何人。不久，小乐收到了朋友的游戏邀请，然后他又重新打开了以前玩的那个烂游戏，一上线朋友就直接发起了挑战。原来他利用小乐不在的时间，秘密练就了一套 bug 技巧，最终小乐输给了这些 bug。小乐就向朋友推荐了香格里拉这游戏，听小乐把陆卡翁描述的那么厉害，朋友也表示要试试看，还打算叫其他老玩家一起来尝鲜。一大批技术高超的玩家马上就要进军香格里拉了。回到游戏里后，小乐决定赶紧往第3城镇赶，因为第1城镇现在已经人满为患，第2城镇迟早也会变成那样，到时资源必定会遭到疯狂抢夺。为了更好的争夺有限资源，小乐打算直接奔第3城镇，再慢慢考虑兔子村的事。这时棉子向小乐发送了组队邀请，这才让小乐意识到游戏里的 NPC 竟然也能和玩家组队。接受之后，小乐看了看棉子的属性，发现兔子的各项数值都比他高，只有在敏捷上小乐勉强能超过棉子一点点。小乐只能自我安慰，这大概是游戏为了补偿陆卡翁的诅咒，给玩家配的是个强力的帮手。他们刚离开城镇没多久，就碰到一只山羊怪物，尽管有诅咒影响，小乐凭借扎实的基础还是轻松打败低级怪物。于是他们一边向首领挺进，一边清理路上的小怪。艰难跋涉后，终于来到首领潜伏的沼泽。在沼泽地势限制移动速度的情况下，小乐还是迅速想出了对策。看首领一马当先冲过来，小乐马上启动滑移技能，这招能让他短暂位移躲避攻击。这是小乐和陆卡翁打斗过后学的新技能。小乐正琢磨怎么利用这技能扭转局面，首领的第2波攻击已经迅速跟上。小乐又施展了一个升级版的格挡技能，成功挡下这攻击并反击了回去。这一系列操作让首领吃了不少亏，但真正的难题现在才开始。小乐的防御技能已经用完了，此时还受到冷却和地形的双重限制，小乐无法挡下首领接下来的攻击。就在首领跃起准备一口吞掉他时，兔子突然来了灵感，从裤裆掏出一本魔法书，喊出魔法飞刃。这一招直接把首领放倒，让小乐看傻了眼。小乐这才意识到身边这个队友的数值全面超过自己，虽然靠 NPC 来战斗有些不甘心，但在这沼泽地形下他也没办法。小乐决定趁首领还僵直时发起攻击，立刻给自己加了速度 buff。 可刚走到近前，首领又已经恢复过来继续攻击，幸好距离足以施展技能，小乐直接用双剑展开螺旋刃技能，虽然没有造成太多伤害，但又让首领陷入了僵直状态。抓住机会追击，小乐用双剑迅速爬向首领，爬到合适的高度后，让棉子施展最强魔法。可魔法威力越强，蓄力时间就越长。首领已经清醒，开始反击，已经过了10秒。这一招大魔法终于放出，首领终于倒下了。小乐因为从高处掉落受了点伤，正当他准备大赞棉子时，首领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沼泽突然剧烈震动起来，小乐的双脚像被吸住似的动不了。意识到情况不妙的小乐立刻拉起兔子，使出浑身力气将他甩到安全区。本以为会有致命伤害，结果只是被甩飞上了天。但小乐立马感觉事有蹊跷，首领一旦挨打就会反击特殊攻击，先是钻进沼泽让地面震动限制玩家动弹，然后随机把一个玩家撞飞到天上，只要被单独选中而且在沼泽中，这招必中无疑，掉下来的时候伤害足以秒杀。所以这首领是个出了名的单刷终结者，小乐再厉害也没辙。转头一看，兔子正拼命往这边冲，小乐还想叫他用魔法把自己炸飞，但脆皮的小乐扛不住魔法飞刃的伤害，正在考虑要不要放弃挣扎的时候，兔子及时冲到他身边，一跃施展瞬移，一下子把2人转移到首领头顶上。首领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小乐头顶直接砸下去，幸好小乐运气好，
触发了保命的锁血效果。首领被这一下致命攻击炸得粉身碎骨，虽然依靠 NPC 赢感觉有点丢脸，但小乐还是庆幸击败了首领。然后他们继续向第3城镇进发，路上小乐用草药稍微恢复了些血，现在得想办法藏好兔子，因为能说话的致命兔子太显眼了，容易引起轰动，最糟的可能还会遭到玩家追杀，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兔子施展了祖传的隐身术。我去，这还能完成兽娘养成游戏，变身只能持续5分钟，所以兔子只能在必要的时候用这招。很快他们就到了第3城镇，小乐这奇装异服马上被门卫盘问，兔子开始跟门卫解释，没想到兔子一通乱吹，把小乐吹成了要跟宿敌路卡翁对决的英雄，身上的伤痕是跟路卡翁战斗中留下的，是路卡翁施加的可怕诅咒，所以英雄小乐必须踏上解咒之旅。虽然加了一堆乱七八糟的设定，但门卫很买账，马上放他们2个进去。就在小乐准备进城的时候，一个女玩家突然出现拦住他。原来不久前小乐和兔子在第2城镇的聊天被别的玩家偷拍发到了论坛上，一下子这事儿在论坛上火了起来。女玩家被论坛上那只超萌的兔子吸引过来了，她特地跑来问小乐兔子是怎么弄到的。不过小乐身上那神秘的诅咒也引起了不少议论，他想通过这个机会搞到更多的线索，甚至连专门猎杀玩家取乐的修罗公会都出动了。周围的玩家在论坛上留言说要来审问小乐。就在小乐跟区域首领打得火热时，论坛上已经围绕小乐开展了各种讨论，而这位女玩家还在问小乐怎么把那只致命的兔子变成宠物。小乐这才发现自己的隐私全被挖出来了，正想着怎么处理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，这时又来了一个神秘的玩家，这人是小乐以前在另一个游戏里遇到的 PK 高手。看到对方的等级和标识，小乐意识到这次麻烦大了，面对一个装备和等级都压自己一头的对手该怎么打。小乐原本以为凭借自己在游戏中的高超技巧能扳回一局，可惜对方技术也是一流的红名玩家，小乐一向自豪的敏捷在对方面前完全不够看，结果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根本跑不掉。天鹰为什么会追着小乐跑到第3城镇来？他们之间的恩怨要追溯到另一个游戏，那个游戏为了追求真实感爆率低的可怜，连新手的任务草药都得采集2天半才能完成，这让很多玩家不得不另辟蹊径，要么抢 NPC， 要么直接抢其他玩家的东西。天鹰在那个游戏里是顶尖的红名，他带领一群革命军推翻了旧王国，自己成了那个游戏里最强的王。他对那些没加入他麾下的人进行无情剥削，在玩家圈里被称作反乌托邦女帝。直到小乐和他的好基友鱼出现，他们利用起义军制造混乱，趁机潜入王城，成功接近天鹰。那次战斗持续了3天3夜，最后双方俱伤的收场。这次双方实力的悬殊让小乐感到非常不妙。不出所料，天鹰在这个游戏中也有废人杀手的称号。他本来想解释这是因为他经常打败高级玩家，结果不知何时就被别人这么叫了。小乐却用天鹰在另一个游戏被打败的事情来嘲笑他，两人顿时打得不分上下。这时天鹰才透露自己此行的真正目的，原来他是修罗公会的副会长，会长特地让他来逼问小乐关于路卡翁诅咒和特殊剧情的信息。可是小乐哪是个乖乖听话的人，尽管嘴上很硬气，小乐也摸不着头脑怎么对付面前的天鹰。忽然他发现天鹰似乎一直故意阻止他进城，盲猜一下进城后再杀玩家可能会很棘手。这时候棉子的变身快要到期了，阿尼玛利亚在一边看着两人火拼的不可开交，原本想向兔子打听一下那些特别剧情，结果一呼唤竟把兔子吓了一跳，兔子马上变回原形。小乐灵机一动，突然想出了个办法。天鹰趁小乐转头想偷袭，小乐一个回手就把攻击挡下了，然后一脚把天鹰踢开，拉开了距离，趁热打铁，立刻让兔子过来。阿尼玛利亚特别宠爱兔子，这正合小乐意。他答应阿尼玛利亚，只要能帮自己逃跑，就让他和兔子亲密。这话就像给阿尼玛利亚注入了兴奋剂，他马上发射一颗火球拦下天鹰，一切都按小乐的计划顺利进行。多亏了阿尼玛利亚对兔子的痴情，成功让小乐用他当盾牌挡住天鹰。正当他准备冲进城镇，用传送阵逃到第二城镇，前方情况突变，他立刻停下脚步。看来阿修罗公会这次是下了血本，非要从小乐这儿得到情报不可。另一边，阿尼玛利亚和天鹰的对决也即将开始。既然有机会和完全不沾边的玩家对抗，阿尼玛利亚很清楚对方的实力，上来就使出了自己的绝技，一发融合5种效果的咒术攻击直奔天鹰。天鹰直接硬扛下这一击，阿尼玛利亚以为自己赢了，不料天鹰迅速吸收了所有咒术，然后一口气吐回给了阿尼玛利亚。阿尼玛利亚的状态栏上立刻出现了个负面效果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咒术会被全盘反弹。原来天鹰不久前刚和一个咒术师较量过，他亲身体验了咒术的棘手，因此随身携带了抗咒术的道具，这个叫做报应稻草人的一次性道具，能反弹1次负面效果，正好把阿尼玛利亚的全负面大招反弹回去。
剩下的血量天鹰决定不再理会，让阿尼玛利亚慢慢的在中毒中死去。同时小乐独斗4名玩家也毫不示弱，虽然装备和等级差距让他难以击败对方，但他灵活的技巧让4名玩家束手无策。这时候他还不知道，这位号称游戏中最强火力的玩家，实际上就是现实中一直暗恋他的小林。为了能和小乐搭话，他在游戏里找遍了新手村和第2城镇，也没找到小乐的踪迹。小乐玩游戏总爱用小乐这个名，那天他一上线就收到姐姐的消息，消息内容是让他去第3城镇保护个叫小乐的玩家，因为小月手里有工会一直在找的路卡翁情报。一看到小乐这名字，小林二话不说，技能全开，直奔第3城镇。到了城镇门口，正好看见小乐和4个玩家打得火热，想和小乐聊聊。小林直接拔出他40米长的大刀，一刀破城斩，就把小乐从危险中救出。烟雾一散，见到游戏里最强火力都来了，兴奋的想和小林也斗一斗。还没跑几步就被一个声音叫住，原来阿尼玛利亚还留了后手。他了解报应稻草人的效果，没了报应稻草人这个道具，阿尼玛利亚决定使出杀手锏。小乐一度误会小林是来逼问情报的，就在双方走神时，利用小林当跳板，踩着他的头盔跳过头顶，逃出升天。小林脑海里回想着小乐的温柔话语，甚至觉得杀手们妨碍了和小乐的聊天，几刀就把这帮杂鱼解决掉。地上的阿尼玛利亚也使出了绝招，这招只能在濒死时使用，可以和敌人同归于尽。天鹰还没反应过来就阵亡了。进城后，小乐立刻让棉子开传送门，两人成功逃到兔子村。喘息间，天鹰发消息给小乐，邀他去另一游戏聚聚，还拉上自己的基友鱼。虽然很可疑，但小乐更想先体验下棉子村的剧情。棉子第一站就带小乐去训练场，让小乐和10轮不同魔物对战。为了下次能赢天鹰，小乐决心在这好好练级。热身后，让棉子放出第1轮魔物试试。小乐脑子一下子就过在了，没想到训练场竟然搞5打1，幸好训练场死了能直接复活。打到第7轮，小乐已经习惯魔物攻击节奏了，发现有只一直在远处指挥。小乐心想先抓王，一招螺旋刃刺向指挥狼，果然没有指令的狼群攻击乱成一团。小乐索性不理其他狼，集中攻击指挥狼，以为第2轮会轻松些，谁知第2轮来的是9触手魔熊，幸好在第7根触手被砍断后，那只熊就僵住了。小乐连打4轮，终于成功过关。紧接着第3轮的哥布林和第4轮的爆炸野猪，小乐靠着超凡技术也顺利过关。直到遇到第5轮会飞的毒鹰，毕竟小乐不会飞，硬生生的打了112轮才勉强过关。接下来是第6轮的毒虫，第7轮是处刑豹，第8轮遇到了双头熊，第9轮则是机器人。小乐一边摸索一边挑战，都成功了。经此一役，小乐的等级达到了31级。经历了9轮的磨练，小乐开始放飞自我。就在他催兔子快放最后一个魔物时，罢休也来到训练场，还大赞了小乐的实力一番。尽管小乐觉得这都是游戏设定，但还是例行公事的问了罢休下一个魔物是什么。罢休就把专门为小乐捕捉的魔物扔进场中。小乐没料到最后一关竟然这么轻松，突然一根树枝攻击把他拉回现实。小乐连树人的攻击动作都没看到，紧接着无数树枝向他射来。这时他才意识到活下5分钟有多难，直到树人使出了自己的第1根树根，那速度快得让小乐怀疑人生。他甚至没看清树人的攻击动作，还没等小乐反应过来，又是一波树根袭来。这时他才明白，这个看似简单的挑战其实难如登天，但仅仅是多根树根还难不倒小乐。即便树人能随心所欲操控树根攻击，小乐还是能靠自己灵活的身体一下子滑铲到树人面前。可惜小乐近身一次没起任何作用，连路卡翁也只是提示无伤害，这让小乐意识到树人是物理免疫的，无奈之下只能靠躲避来避免攻击，毕竟他所有的攻击都是物理伤害，一旦物理免疫就等于无敌了。正在棉子提示还剩4分钟时，没想到树人攻击的频率突然疯狂了，树根攻击几乎没有任何预兆，连锁链碰到就异常状态，还有这2种攻击都带有追踪功能，这让小乐单纯躲避也几乎耗尽了体力。如果只是这2种攻击，小乐还能勉强应对，但最头疼的是倒计时还剩3分多钟时，树人的攻击竟然加入了魔法元素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树人的魔法种类越来越丰富，攻击范围也越来越广。倒计时进入最后2分钟，小乐快要坚持不住了，就连那些路卡翁都打不过的小乐，这次都快被树人给打趴下了。没想到小乐赌的竟然对了，树人一旦失去法杖就无法施法，但这样一来树人反而更疯狂了，锁链和树根的攻击更加迅速频繁，小乐只能在场边绕圈躲避。终于倒计时只剩不到1分钟，就在他打算撑过这最后1分钟，突然几根树根挡在了他的前面，没来得及反应，锁链就勾住了他的脚。状态栏上突然多出3个负面状态，效果甚至比路卡翁的诅咒还要强。
就在树人准备致命一击的时候，小乐突发奇想，反手将法杖扔向远方，这一下子让原本要秒杀他的树根改变了方向去追法杖。树人拿回法杖准备继续攻击小乐，谁知道树人竟然过了5分钟还在攻击，幸好罢休及时出现，一把把树人摔倒地上，一棒子就结束了树人的命。小乐好奇为什么罢休能用物理攻击秒杀树人，罢休耐心解释，树人一旦失去法杖就失去物理免疫，难怪树人拼命要夺回法杖。接下来是颁奖时间，罢休给了小乐一个兔国荣誉国民的称号，没有任何稀有道具的奖励，甚至把小乐的加倍属性项圈也收回了，这让辛苦奋斗的他心态都崩了。这时系统问小乐是否准备好进入下一个剧情，小乐思考一番后决定接任务，等等再说升级的事，等级高了再来挑战这个剧情。小乐打算边探索第3城镇边前进，现在身上的路卡翁诅咒太显眼，回到城镇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棉子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，随后带小乐去找自己专卖装备的弟弟，从他那儿弄来一块奇怪的布料，这套衣服像鬼一样，正好可以遮掩路卡翁的诅咒。小乐面前现在有3个探索选项，有个是通向干枯多彩的佛斯冯谢树海窟。想了想，小乐决定先去千子万红树海窟。正跟兔子解释挑这儿的原因，棉子突然发现有人跟着他们，没想到小林这么快就追上来了。看着小林那副模样，小乐猜小林是来报之前的仇，没多说就拉着兔子跑了。阿修罗公会的杀手也在找小乐，他们从幽灵的头顶名字认出小乐，也加入了追捕小乐的行列。看着小乐逃的方向，杀手们以为他要去神话时代的铁艺伎，马上在城镇回来的路上设伏。小乐却用声东击西的战术，打算中途绕回树海窟。阿修罗公会的人傻等在门口，一直跟踪的2人也被小乐的伪装骗走。突然小林出现在面前，小乐没想到，原来铠甲妹子追了那么久只为加好友。小乐也算是个人才，他完全没看出对方喜欢他，甚至还以为小林是为了骗取情报。就算对方有阴谋，小乐作为老游戏玩家见多识广，还是决定加个好友看看有何阴谋。加完好友发现小林只是花痴了而已，这反应让小乐摸不着头脑，原以为对方会用办法套取情报，结果对方只是鼓励他加油。尽管如此，小乐没往喜欢自己的方向想。之后小乐和兔子进入了新地图树海窟，这里有各种放大的昆虫，有满肚蜂蜜的采集蝶，还有负责守卫的帝国蜂，还有伪装成植物的拟态螳螂，甚至有些巨型甲虫只想吃东西。看着满肚蜂蜜的采集蝶经过，小乐忍不住拿出武器。城镇补给花的钱不少，争取在这补回点损失。果不其然，只要不打腹部就能得到完整蜂蜜。小乐决定边捡东西边去找区域首领，下一个目标是拟态螳螂。小乐拿出新买的飞刀，直接一刀刺中伪装的螳螂。小乐看着背包里满满的战利品，突然一阵地动山摇吸引了小乐的注意，是一只巨型甲虫在跟帝国蜂抢蜂蜜呢。女王蜂一看不对劲，立马让帝国蜂群起而攻之。小乐立刻激动了，开始现场直播这场大战。打完后，甲虫还是悠哉的继续吃蜂蜜。看到边上的小乐和兔子在看热闹，他俩吓得赶紧跑路。跑着跑着，小乐想起自己的蜂蜜，就把蜂蜜扔到旁边的拟态螳螂身上，结果甲虫直接扑上去咬了螳螂。螳螂完全没想到自己会这样挂掉，虽然这样赢感觉有点掉价，但小乐早就习惯了这种操作。走着走着，小乐发现到处都是蜘蛛网，这意味着他们进入了丑角蜘蛛首领的地界了。这会儿他们已经走进蜘蛛首领的地盘，这只蜘蛛足以轻松秒杀3人小队。小乐跟兔子说了句：“这局你就挂机看我秀操作，我得秀给你看什么叫无伤通关。”说完，小乐就冲向蜘蛛，这招让他在狭窄地带快速移动，刚好躲开了蜘蛛从天而降的巨石。兔子正想提醒他小心蜘蛛丝，小乐已经抓住了蜘蛛丝，还反手踩上去作为踏板。原来这蜘蛛的纵丝并不粘，没有粘性。小乐利用这点迅速接近蜘蛛，一套连击直接把蜘蛛砍倒。本以为这样能对他造成大量伤害，蜘蛛却想用蛛丝抓住树干逃命。幸好小乐还有飞刀，直接切断了蜘蛛的蛛丝，这才让蜘蛛吃了大亏。但这样还打不倒蜘蛛。小乐抬头看到了悬挂的重物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，立刻一堆巨石和木头砸下来，再次把蜘蛛砸得动弹不得。原本可以用石头砸死首领，但小乐觉得这样太没意思，他想正大光明打败蜘蛛。他心里这么想，如果连首领都不能正面打败，更别说以后打世界级首领路卡翁了。经过一番苦战，蜘蛛在小乐的一招螺旋刃下终于挂了。不管过程怎样，最终小乐正面战胜了蜘蛛，竟然真的无伤通关了。小乐和鱼同时接到了天鹰发来的消息，天鹰约他们回到之前玩的那个游戏里见面。面对小乐和鱼的各种调侃他的黑历史，天鹰直接切入正题，说出约他们的原因。他提议他们3个一起去挑战7大最强种之一，就是那个守墓者魏札艾蒙。他这话一说出来，小乐和鱼都惊呆了。
鱼觉得香格里拉的首领太弱了，表示很想挑战一下最强种。小乐则比较冷静，问天鹰我们3个能赢吗？他对那个守墓者一点都不了解。天鹰说这个首领很特别，人多不一定就能赢。说之前阿修罗会的15个最强的人去挑战，结果3两下就被守墓者打得全军覆没。原来不光看等级，守墓更看重玩家的操作技巧，所以天鹰觉得小乐和鱼的操作可以的。天鹰很有信心，小乐也就不再推辞，确定在大更新后的第1个星月之夜行动。小乐还特意去超市买了2大袋功能饮料备战。他买完回家的路上，发生了一个很巧合的事，隐藏在邮箱后面的小林跑出来跟小乐打招呼。小乐完全记不得小林是谁了，幸好最后突然想起了他的姓氏，这才没让对话尴尬的结束。小林说他也在玩香格里拉，正想说自己是最强火力的时候，小乐又接到天鹰的消息，他们又错过了深入了解的机会。小乐一回家就登录了香格里拉，告诉棉子他准备去挑战守墓，问兔子能不能先离队。棉子听说小乐要挑战守墓，立马慌张地跑回缅之国报告。小乐让兔子离队的原因是天鹰告诉他，在香格里拉 NPC 死了就不会复活，所以为了保证兔子的安全，小乐才想让他暂时离队。罢休刚刚得知小乐要挑战守墓，面对着同为最强7大众的存在，罢休和其他6人有不战之约，而且他觉得小乐的致命魂还没练好，觉得小乐这次找守墓是自找死路。罢休觉得小乐去挑战守墓风险太大了，小乐知道这事儿一定会引发剧情的重大转折，如果处理不好，连兔之国的特色剧情都保不住了。幸亏他之前通关各种难关的经验足够丰富，想了想就给出了完美的回答，答案是仁义。虽说这场战斗没法保证100%胜算，但他的队友们个个都意气风发，如果他不站出来响应，那就不符合仁义的精神了。这话正好击中了罢休的软肋。罢休想起了过去的守墓，那家伙就是个固执己见的顽固分子，曾因为一个谎言失去了爱妻，最后沦为了一个求死不能的样子。如今的守墓只能算是行尸走肉，这也算是帮个老朋友求个痛快，也是照顾一下小兄弟，虽然自己不能直接动手。罢休决定给小乐送把武器帮忙。小乐跟着罢休来到了兔之国的铁匠铺，看到剧情向好的方向发展，小乐心里也终于松了口气。罢休呼唤出掌管铁匠铺的女儿比拉可，小乐以为罢休会让比拉可给他打造武器，结果罢休让他拿出暴击刀。小乐完全没料到，原来除了强化与进化，还有真化这一条路。罢休决定亲手为暴击刀进行真化锻造，当作是为老朋友最后的帮助。然后罢休叫小乐拿一些强大的掉落品来做锻造材料。小乐翻了翻，找到了合适的材料，正是之前打老六时得到的甲虫外壳，刚好适合用来做暴击刀真化的材料。小乐还没意识到自己即将得到什么样的神器，直到比拉可开始解释，罢休不仅仅是个普通铁匠，他是个技艺达到巅峰的锻造大师，还能锻造出传说中的神代武器，他是集锻造之极致于一身的神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神将罢休。每一次他的锤击都会有魔法阵与之融合，这些魔法阵是武器的战斗技艺与经验，魔法阵的融合让武器更贴合他的真实形态，这就是真化，武器的终极形态。几个小时的锻造后，暴击刀终于完成了真化。新的双刀名为兔月之上弦与下弦，上弦的特性是在高等级敌人面前成功暴击可以减少自身的血量，但下次攻击就能猛增威力。下弦的特点是面对高级敌人时暴击能回血，还能积攒双刀合体的能量，2把刀还能合体，真是厉害。小乐特别兴奋，马上就想试试看效果怎样，可一拿起武器系统就提示能力不够，不能装备，要装备这武器得力量等级够才行。小乐得至少升到50级，早知道不该之前全家敏捷了，真是自作孽不可活。忙完这些，小乐赶紧去找天鹰、鲤鱼他们，看到迟到3小时的小乐，天鹰只想问他还有啥遗言，幸好小月手里有守墓的情报，这才换来天鹰的原谅。小乐一说完，天鹰仔细一想，发现之前他们全都猜错了，本以为守墓是科改人之类的，结果是不死族。天鹰马上准备对策，还心系给鲤鱼地图、小乐鱼竿，让他们去神代遗迹提升等级。直到兔子说耳朵快受不了，鱼才反应过来小乐脖子上挂的是个 NPC， 2人就出发去神代遗迹。要在那明白鱼竿和地图的用途，必须把等级练到50级。天鹰说过，守墓会强制玩家降到50级战斗，守墓等级200级，玩家得靠技术弥补级数差，所以要他们先升到50级，这样才能以最强属性挑战守墓。小乐先问鱼等级多少，鱼说现在25级。小乐立马嘲笑鲤鱼弱鸡。正当2人斗嘴时，突然锥形方块飞过来，场景中的方块里混着怪。鱼叫小乐别动手，自己来示范越级打怪。原来鱼能用双手增益 buff， 大幅提升自己的力量。他选的是弃权师这职业，虽然不用武器，但能用一堆 buff 大幅强化自己。
瑜伽的点数都是力量和体力，所以鱼的打法跟小乐这种碰一下就死的脆皮不同，就是跟敌人硬碰硬，看谁先倒。敌人清完了，小乐掏出天鹰给的地图，地图上标的地方他们得去一个秘密地点，那里有种特别的怪，打死能拿很多经验。一路按图索骥，小乐和鱼到了个洞口，看着深不见底的洞，两个人都觉得这是天鹰整他们的恶搞。鱼决定自己先下去看看，确定安全再叫小乐。洞里传来鱼的声音，没问题了。小乐也跳下洞去，下去一看是个地下湖，这就是地图上的秘密区。地图备注说，湖里钓到叫大湖蛇的怪，打死它就能赚大量经验。俩人开始钓鱼，小乐以为自己运气好会钓到大湖蛇，钓上来的是条鲜鱼，鱼的钓竿也动了，看形状以为是条鲑鱼，没想到大湖蛇带着鱼一起跳出水面，两人马上战斗准备。小乐也拿出新武器，原来之前等级不够没法用，小乐让比拉可做了把备用武器，这武器叫做地风双剑，能对敌人造成毒害，还有破坏效果。游戏里怪物护甲在后，只要攻击破坏点就能打出暴击伤害，所以地风双剑是挺变态的一个存在。看到弱点，兔子也说要帮忙，大蛇突然攻击，幸好鱼挡住了，兔子没受伤，三人合力攻击弱点，成功干掉大湖蛇，两人等级提升了。这时鱼在想新技能能不能组合成连招，小乐还以为他说的是别的游戏，意外的是新手村原来有导师教新玩家，熟悉的技能在特定商店可以组合出新的技巧，可惜小乐没去过新手村，根本不知道这事儿，连最基本的复制页和工会信息都不清楚。这样两人奋斗了一整天，等级分别达到了级和级。为了省点城镇往返的时间，天鹰还特地花大价钱为两人买了个消耗性的临时存档点道具，因为留给他们的守墓讨伐时间不多了。这次天鹰找他们是因为今晚游戏满月，而守墓讨伐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在满月时找到一个特别的 NPC 遥远昔日的刹那。天鹰带他们到了树海窟的一个隐秘区域，这个地点是天鹰偶然发现的。这时小乐开始嘲笑鱼，毕竟鱼玩了这么久都没发现独立剧情。他们看到了一片漫漫的彼岸花，花海中心是一棵巨大的枯树，枯树下正是他们此行的目标 NPC 莎娜。这时小乐注意到了莎娜的服装比游戏里的 NPC 更像是现实中的衣服，然后天鹰介绍了两个笨蛋给莎娜。莎娜看着小乐有种熟悉的感觉，原来七大种族都是老朋友，莎娜在小乐和兔子身上看到了故人的影子，所以特别怀念那段旧时光。天鹰让刹那也给他们讲讲守墓的故事。故事终于开始，守墓是刹那的爱人，一次小失误导致他的去世，此后守墓一直在守着刹那的墓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刹那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变成了这样。对刹那来说，自己的去世无所遗憾，他不希望守墓继续被自己束缚。这里的守墓用月光造了个里世界，只有满月之日才能开通到进里世界。刹那的请求是让他们进入里世界，帮助守墓得到永远的安息。听完后，天鹰立刻答应了刹那的请求，还说一定要解决让刹那伤心的那个家伙。这话让后面两人都吓了一跳，要不是任务紧急，天鹰非得让两人至少复活5次才解气。他也坦言自己这次真的对这个游戏投了感情。听天鹰一说，小乐他们也觉得投感情不是问题，三个人就这么决定了一定要打败守墓。小乐就开始日夜不停地打大狐蛇，终于等级涨到了51，技能也能在兔之国的特定地方合体。现在小乐只剩最关键的东西要提高，那就是技术了。小乐就开始钻研另一个 bug 满满的游戏，想通过重温剧情 BOSS 来提升技术。走着走着竟然撞见了个国宝级角色，就是这个快倒闭游戏里的新手。正好这新手也想找人 PK 来练技术，他们俩就开始了一场对决。新人第一个向小乐发起攻击，以为只是普通的打斗，谁知道里面还有暗藏的玄机。新人使出橡胶果实的老实人形态，然后一拳直捣小乐，这形态下拳头伤害翻倍。幸亏小乐也有两手，面对 bug 攻击直接用 bug 技巧躲闪，这招就是游戏中的溜溜球技巧。看新人对 bug 攻击也略懂一二，小乐决定好好教他提升技术。小乐真是玩 bug 游戏的高手，对这些 bug 游戏游刃有余，不只能用周周的快速拳，还能利用 bug 弄个分身来2打1。新人虽然心蛋也不弱，输了几轮后也靠毅力找到新 bug， 这让小乐特别激动。游戏的魅力可能就在于此，每次玩都有新惊喜。可鲤鱼就没那么好运了，他才级被天鹰盯紧，只能躲在隐蔽处钓鱼升级。御殿训练好新人之后，小乐就进了香格里拉，按照兔子的提示找到了合并技能的地方，那里的负责人是棉子的3胞胎姐姐。小乐思索后选择了6个技能合并，兔子姐拿出大瓶药水给小乐，为了得到强大技能，小乐毫不犹豫喝下了那不明药水，他成功掌握了那6个技能。棉子姐趁机推销他店里的秘籍，问小乐想不想买。小乐考虑着是否购买，还说是棉子的朋友会打个折让小乐放心。闻言，兔子立马想提醒小乐小心被坑，
可惜还是被棉子姐快了一步，话没说出口就被她用耳朵堵住了嘴巴。此时的小乐还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以为自己身上的钱足以买下所有蜜饯，直到兔子姐打开了售卖栏，小乐这才发现这是个黑店。迫于兔子姐的压力，小乐最终倾家荡产买了一个致命认术技能。被坑完后，小乐身上只剩下150元。他本来还想决战守墓人前买点能提升防御的装备，现在只能从头再来当脆皮了，真是惨到了极点。晚上三人继续在角落的酒吧碰面，这次天鹰正式宣布2周后讨伐守墓人，但在此之前还有个问题，那就是天鹰公会的人，他们利用游戏设定的经验机制，不断从守墓人身上刷取所需经验。如今三人要打败守墓人，等于断了他们的经验路，因此天鹰打算先把公会一锅端了。正好不久前的游戏更新改变了 PK 机制，玩家成为红名后，如果被其他玩家击杀，那他的包括仓库的所有物品都会转移，这让游戏里有人开始当红名杀手。虽然阿修罗公会有对策，但天鹰作为公会2把手，他清楚阿修罗公会的应对办法是藏装备，所以天鹰决定把阿修罗公会一锅端了，这样既能解决阻碍又能拿到宝物，简直是完美的决定。就在不久前，天鹰抢先一步，把全部城镇的复活道具都抢购一空。这时阿修罗公会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副会长被刺团灭，正巧今天是游戏更新，小林也特别兴奋，因为他终于找到合适的理由约小乐去攻略新副本。然而他刚把信发送出去，2周才写好的信却收到了工会姐姐的来信，要求他立马取消休假回工会集合。结果小乐前后收到了小林2封信，一封是邀请他一起去体验新副本，一封则是道歉临时有事下次再约。正好小乐也没空要去讨伐守墓人，就跟小林说下次再约了。一直都知道小乐今晚得决战守墓人，罢休也特地来为他加油助威。兔子拿出自己珍藏的护身符，亲自为小乐戴上，祝他平安。小乐还浑然不知，这个看似无用的护身符项链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。转眼就到了夜晚，在阿修罗公会的基地，大家都在等天鹰召集出发。小林突然如降神兵，一刀就秒了一个小卡拉米。阿修罗公会的人还没缓过劲来，悬崖上已经站满了各大顶尖公会的成员，有的杂鱼还想硬抗，但还是敌不过小林的一刀。一向以暴力闻名的阿修罗公会，今晚终于遭遇了全面崩溃。会长看到局势不妙，只是大家往秘密花园撤退。秘密花园一旦进去，就能开启守墓人副本，战斗没结束前外人是进不来的。但大家都想不通基地怎么会被发现，只有会长心中隐隐觉得不妙。当他们到达入口时，看到里面已经有人在和守墓人战斗了。花园内，天鹰也告诉大家外面打得火热，特别是小林杀得风生水起。小乐这才明白小林早上信中的紧急事，原来是去对付阿修罗公会。他们3人马上组队，准备万全后，天鹰启动了通向挑战守墓人的门。走进去的第一眼，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白昼。中央樱花树下，正是目标守墓的魏札艾蒙。守墓人慢慢站起，按计划先由小乐单挑开场。旁观的天鹰都惊呆了，他没想到小乐第一战就能洞悉守墓人的攻击模式。天鹰分析，守墓人是种特殊胜利型魔物，所谓特殊胜利，就是这种魔物不能简单通过，普通的血量清零并不能让他倒下，必须完成某些特定的任务才能赢。天鹰猜守墓人的条件可能是时间，只有挺过守墓人的所有攻击才有可能赢。一旁的于正拼命记录守墓人的动作，疯狂地记下守墓人的一举一动。天鹰也拿出了自己包里的稀有道具代价的天平，把自己的一切都压在这场战斗上。但面对守墓人小乐的情况似乎不太好，无论他怎么攻击守墓人的关节，对方的动作完全没受到影响，加上守墓人的攻击都是致命的一击，技能都进入冷却时间的小乐突然没招了。幸亏于及时帮忙，扔出宝贵的复活球让他复活，但守墓的仇恨转移到鱼身上，突如其来的攻击让他措手不及。作为近战输出的鱼完全应付不来，甚至躲避普通攻击都很吃力。小乐这时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武器，发现战斗才2分半，武器耐久度就掉了好多，于是换了一把更耐用的武器，立刻冲过去替鱼挡下了攻击。没想到守墓还有这么多招，鱼刚换上来不到10秒就被段峰一刀斩中，迫使天鹰不得不用出最后的复活珠。即使小乐全力躲闪，也只躲过了雷电技能，却又被一刀斩中。这样又过了2分钟，复活道具已用掉一半，幸好3人总算撑过了10分钟。守墓人此时也有了变化，原地静止了1分钟，守墓人进入了第2阶段。第2阶段鱼的任务是牵制机械马，如果让守墓人和机械马合体，就会触发秒杀机制，会瞬间将所有人秒杀。面对不断轰炸的机械马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骑上去，但怎样才能骑上它是个问题。幸好鱼是职业玩家，他猜这机械马需要维修，那肯定有专用的维修梯子。所谓的代价天平是个可以根据放进去的东西
来调整天平两边的重量，来给你回馈各种价值相当的道具。而天鹰放进去的是自己所有的战利品加上金币。面对一堆回馈选项，天鹰直接选了额外增加属性的那个，加上这属性加成，小乐瞬间恢复了所有的体力，还把幸运值提高了1倍。小乐决定放下手中的武器，再用一次之前对付树人的那招。小乐又一次成功制服了守墓，这次守墓的武器重到小乐都很费劲，好在没了武器不用挨守墓的断风和雷钟了，只要注意他放入道云的时候，跑到他身后躲一躲就行。但鱼这边就没那么顺利了，即使属性增强了，鱼还是挡不住机械马的猛烈摆动。这时天鹰提醒说第2阶段只剩4分钟，鱼灵机一动想到了对策，来挺过剩下的时间。小乐在旁边看戏，差点被守墓的大招整到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游戏连没了武器的进攻方式都设计得这么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自己一走神，竟然把仇恨吸引到了天鹰身上。就在守墓准备给天鹰一记大招的时候，小乐及时冲上前去把仇恨拉回自己，结果守墓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直接把他砸进地里，立刻挂掉了。更糟的是，守墓这时候向天鹰放了个入道云，幸好天鹰反应快，关键时刻绕到了守墓背后，最后1秒用复活珠把小乐复活了，这才化险为夷。但守墓又捡起了武器，小乐又得重新开始躲避。幸好他已经看清守墓的所有剑法，只要守墓不出新招，他就能完美躲避。现在到第2阶段结束还有不到1分钟，鱼的妙计就是直接把自己绑在马头上。这方法虽然会让他受点小伤，但可以确保不被甩下去。就这样，他们3个撑过了第2阶段。守墓这次直接跪了，盔甲慢慢开始裂开。天鹰之前和阿修罗公会打到过第3阶段，守墓的盔甲一裂开，就地怒吼发出冲击波，阿修罗公会全军覆没，就算使出最强防御，照样秒杀。听小乐说守墓是行尸走肉，他猜守墓可能是不死。小乐看守墓对圣水的反应就明白了，这阶段守墓可以造成伤害。小乐换上免月，换了套新装备，准备正面硬刚守墓。这头盔叫4甲，用甲虫素材制成的新装备，头上的尖角攻防兼备，空出手来反击。但小乐还是小看了守墓的防御，得使出杀手锏了。在埃尔克纳买的特技致命刃术首次登场，水镜之月的效果是攻击以镜像形态出现在敌后。小乐看着这技能的真价值，在敌人转身应对时，正面露出的破绽，小乐使出了一招敌人没发现就更强的技能暗杀突刺，接着是钻头穿刺，都是背后的穿刺攻击。小乐竟然占了上风，天鹰看了很欣慰，但也吐槽小乐忍不住了。鱼也不是那种会忍让的人，麒麟正面硬刚，力量悬殊被秒，天鹰也没办法，递给鱼能提升属性的药丸，分钟内属性大增，能立刻变道级，会有副作用，但鱼不在乎副作用。属性提升后的鱼要把那机甲打趴下，天鹰这才说是要拿下高分，一边打一边听天鹰讲，副作用是每30秒掉1级。天鹰自己用的是天秤属性点，鱼现在后悔也晚了，只能把怒火全撒在麒麟身上。鱼的猛烈拳击加上天鹰的长矛穿刺，终于让麒麟身子倒下，但也就这样了，身上连一丝破碎都没有。天鹰被炮轰把右手炸没了，情况真的不妙。小乐现在头锤挡攻击越来越熟练，小乐还用兔月上弦的扣血效果，血量低了就能激活强化技能，极限提升，血量越低，饥饿斗志效果越强，一身 buff 加成，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。但守墓人再次摆出居合姿势时，却突然停下了。是小乐胸前的项链引起了他的注意，这项链是出发前艾姆尔送的护身符，是他爸爸做的，用以前的礼物改的，似乎是某人存在过的证据。守墓人喃喃自语，进入了最后的暴走模式，断风斩了下来，没停顿就放了雷种，小乐灵巧的躲开，入道云在雷海中笼罩过来，小乐又躲开了，紧接着是近距离的大实话，小乐反身一脚打断了他，又被断风连续攻击。小乐这下明白了，这是无视技能冷却的模式。想到这里，守墓人刀子插地，又来了新技能火碎龙。火龙在追了一会后聚在半空，形成了新技能灰吹雪。黑云里冒出更多火龙，直扑小乐。小乐在高速躲闪的时候，守墓人突然出现在他旁边，还让小乐动弹不得。来不及多想，小乐只得用头盔硬抗这一刀，头盔和身体一起裂了。这一刀真是太猛了，可战斗还没结束呢。小乐在刀落前把在弹泪珠扔向高空，珠子被斩后恰好落在他身上，就这样完成了千钧一发的自救。但形势依旧严峻，头盔坏了，腰带也碎了。天晴这技能还附带破坏装备的效果。看着守墓人再次准备架势，准备再来一轮之前的连招，小乐一边躲一边想对策，但30秒后又倒在了天晴的攻击下，用相同的方法站了起来。刚才用的是最后一颗泪珠，
身下只剩5瓶生命药水。看来守墓人的胜利就靠破天晴了，不能动就无法躲避，只能硬抗这一刀了。把握暴击时机反弹攻击。最后1瓶药水用完后，小乐终于准备好了，换上了鸟头面具，手里的兔月也显示可合体标志。接下来是孤注一掷的战斗，迎战天晴。另一边，鱼和天鹰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。天鹰选择自杀，为了恢复断掉的手臂，鱼用绳子限制麒麟的活动。天鹰在寻找麒麟的弱点，很快发现麒麟腹部有个异常坚硬的装甲，那应该就是弱点了。天鹰用矛一击，果不其然露出了里面的核心。麒麟此时也进入了暴走模式，挣脱了鱼的绳索，开始疯狂地发射导弹和激光，攻势凶猛无比。这时天鹰拿出了黑蝎之枪，它的特殊效果是刺中敌人影子，封锁他的行动，但使用后耐久急速下降直至破碎，所以只有一次机会。他又掏出了专为巨型怪物设计的巨人杀手，天鹰瞄准了核心猛地一掷，显然这还不足以制胜。鱼此时也使出全力，一拳轰在长矛的尾部，临时充当人肉冲击锤。两人的默契配合终于将其击败，麒麟终于倒下。同时另一场战斗也到了紧要关头，到了决胜的时刻。小乐巧妙地化解了守墓人的所有招式，只剩下最后的天晴。碾月合体后转变成了单手剑双弦月，它的特效是自身属性低于敌人越多，暴击力和成功率就越高。这次天晴只能依靠暴击来抗衡，所以只有极限暴击才是解决之道，全力提升状态和战斗欲。但关键时刻系统突然弹窗，血量还未降到1/3，无法激活，极限提升失败。关键时刻竟出现这种情况，虽然守墓人只是停了1秒，但为小乐创造了反击的机会，幸运地触发了反伤免疫一次，血量锁定在点。这样一来，所有增益效果都触发。面对那破坏力极强的天晴，小乐使出了全部力量的一刀，成功地完成了关键一击，最终天晴被破解。这场战斗也宣告结束，小乐获得了守墓人的赞扬。原来天晴在日语里有赞美之意，围扎卫门摇摇欲坠地走向墓碑，常年守墓的守墓人终于可以安息。樱花树开始凋零，故事也画上了句号。他对天鹰他们表达了感谢，感谢他们的助力和陪伴，帮遥远过去的莎娜实现了愿望。原来眼前的莎娜只是残念，是过去的莎娜，不想让恋人被自己的死缠绕，所以才有了这份念想。消散前，莎娜告诉大家，想知道这世界的真相吗？去找巴哈姆特吧，留下这个谜团。莎娜和天鹰告别，然后永远消失了。系统窗口一弹，特殊剧情通关，通知所有在线玩家，特殊种守墓人已被击败，公开了小乐3人的名字。游戏里立刻沸腾了，无数人被这消息叫醒登录。大家还不清楚所谓的世界剧情，因为从未有人攻略过7大种，更不用说碰世界剧情了。小林所在的工会即召开会，讨论接下来如何战优。小林突然收到邀请，红毛会长还在幻想接触小乐，小林却早消失了。红毛以为小林去找心上人，不知道这人正是小乐。小乐刚离开副本，阿修罗公会残党在等着，鱼一脸嘲讽地迎上，自家姐姐也踩他一脚，弟弟忍无可忍，发起总攻要他们好看。传送阵突然打断了行动，官方对乱杀行为设了新规，新增了好友求助功能，遭伏击时可以求助好友，好友会被传送过来帮忙。小乐就是邀请了小林，小林为了在爱人面前表现，让阿修罗的人全部上，果然不负期望，一群人没撑过小林1分钟，弟弟也被一刀毙命。天鹰惊奇发现阿修罗公会的稀有道具全在这，他提出了个大胆的想法，想和最强火力的小林决一死战，还把所有道具赌上。看到对方这么热情，小林也就不客气了，直接启动了专属技能反转，铠甲立刻从白变黑。他之前在红毛那儿听过天鹰的传奇，面对天鹰这样的高手，得全力以赴，下手要狠。小乐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又拿起蘑菇当起解说员，天鹰也掏出了压箱底的神器，两边都给自己加满了 buff。 天鹰抢先发起了攻击，他用独特的身法闪开小林的大剑，正当他刺向小林的那一刻，小林却死死锁住了天鹰的剑。小林随即一剑挥下，只削掉了天鹰的右手。天鹰趁烟雾弥漫，捡起右手再次挥剑攻击。看到对方这么顽强，小林也使出了大招回击。就在刚才，小林成功击杀了天鹰，他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小乐就帮忙捡起了地上的道具，捡完后把道具都给了小林。这时两人有点尴尬，虽然都是游戏高手，但社交能力都差。鱼想展示一下自己的社交技巧，可小林走近时却说不出话来。还好小林主动开口，小心翼翼问小乐和天鹰是什么关系。得知只是游戏里的朋友，小林终于放下心来。刚好好友传送时间到了，小乐抓住机会向小林道谢。小林还想约下次一起刷本，话还没说完就被传送走了。
两人发现了天鹰掉的武器，小乐只好暂时收进背包，下次见到天鹰时再还给他。两人决定回复火点，直接下线去睡觉。小乐回到旅馆后，兔子看到他安全回来，立刻扑上去哭成一片。虽然是 NPC， 但看兔子这么担心，小乐感觉很温暖。同时游戏公司那边，宣传部部长饭都没吃就赶回来了。守墓人被打倒，公司上下已经乱成一锅粥。他回来的任务是去地下室安抚制作人和策划的心情。策划找到制作人就开始抱怨守墓人被打败了。按计划守墓应该是游戏后期才被打败的，现在却是第一个被打败的。制作人立马把责任推给策划，要不是策划把守墓难度降低了，这事儿根本不可能发生。策划却说如果按原始难度，没人会玩这游戏。两人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。面对这俩活宝，宣传部部长虽然胃痛的厉害，还是勇敢的上前劝架，结果迎接他的是致命一击。小林一直在想今天的事，在他眼里小乐的道具都是礼物，还幻想小乐是因为需要他才叫他来，真是个恋爱脑。小乐休息了一晚，第二天又进游戏了。棉子告诉小乐罢休找他，他们就去棉子村找罢休。罢休问他愿不愿意知道世界的真相，小乐肯定的回答了。罢休要他先找几个材料，是收讯装置、坐标装置和送信装置，这些东西都在无果洛药古城海里能找到。小乐查地图却找不到这地方，罢休提醒便宜地图查不到，小乐决定找棉子买个贵的地图。事情结束，罢休就离开了。小乐查看自己的状态，守墓人一战他等级直接涨到78，然后看守墓人的战利品。第一件是天数奥义技，需要神话时代装备才能学。小乐看了超激动。最后一件战利品更炸裂，装备后能把周围50米道具存进去，即使角色被击杀，里面的道具也不会掉。小乐本以为是个普通仓库，结果一装备传送进仓库后，里面的东西把他惊呆了。仓库里堆满了神话时代的装备，瞧这些装备琳琅满目，小乐激动的都语无伦次。真是意想不到，那些华丽的科技铠甲看着不错，可实际没啥用，需要超规格以太反应炉这种材料才能启动作为动力源，剩下的配件也得有铠甲才能用。小乐因为装不了铠甲郁闷极了。这时鱼掏出了一个超规格以太反应炉，这下两人都吓一跳，原来是小乐在守墓战中得到的。可惜这以太反应炉坏了，鱼找遍各地的铁匠都修不了。小乐听后说他可能知道谁能修。天鹰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吓了一跳，这也太巧了。但因为在兔子村不能直接带鱼去，小乐想让鱼先把反应炉借给他。鱼说行，但得有个条件，那就是要小乐说出触发特殊剧情的秘密。这三人其实都是互有利益的合伙人。小乐对这消息的重要性并不怎么在意，他就告诉了两人，触发特殊剧情要求等级低于跟路卡翁战斗时要撑过分钟无伤，用致命系武器打出次以上暴击，这样就能触发特殊剧情。鲤鱼一听直接把反应炉扔给小乐，因为这条件实在太扯，除了小乐别人根本做不到这操作。天鹰于是向小乐索回寄放的天平，他原以为只是为了避免被小林击杀的惩罚，没想到天平还有其他作用。天鹰从献祭台上取回了守墓战的战利品，跟两人不同，天鹰的战利品除了仓库手镯和自传书，还有一个遥远祈愿的花式。这次守墓战让天鹰发现独特魔物都非常值钱，他建议组个战队挑战剩下的独特魔物。三人石头剪刀布决定天鹰当队长。天鹰没想到自己会输在反应速度上，只好接受这个事实。接着小乐给新队长布置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决定战队的名字。三人经过2个半小时的讨论后，天鹰觉得咱们战队以后得四处打独特魔物，先得给战队起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名字一搞定，咱们再来设计个战队文章。正说着呢，突然来了个不请自来的家伙，一上来就问咱们见没见过那打败守墓的3人组。三人听罢，小乐他们二话不说从酒吧里一溜烟跑了。鱼决定得先把掉的等级练回来。天鹰想去 NPC 那儿害天平拿回自己的主武器，修反应炉这活儿就得小乐来操心了。三人决定各奔东西。那跟踪的家伙看见他们分头了，决定盯着小乐不放。小乐拉开距离后钻进了个小巷，找到兔子让他带自己进兔子村。这时小乐才想起那把剑还没还给天鹰，只能等下次见面时再说了。那跟踪者也赶到了巷子口，但他只看到一个空荡荡的死胡同。这时候小乐在兔子村的技能所把自己新学的技能全都组合好了，可惜罢休正好不在兔子村，小乐只能请比拉来试试能不能修反应炉。比拉摇头说自己也没辙，只有古匠才能修神代骨匹，兔子村只有罢休是古匠，不行再来个办法。小乐想既然没古匠那就培养一个，于是开始对比拉吹牛皮，劝他尝试成为古匠，这样比拉或许能超越罢休。经过一顿鸟事忽悠，比拉居然觉得自己真能成为古匠。成为古匠得有2样东西，一是得有启动过的神话装备，一是得有魔力运用组件。仓库里正好有不少神话装备，
小乐随手拿了把太刀，但得是启动过的才行。启动得先修好那破反应炉，可反应炉修不好不成骨匠，这不又进入死循环了？比拉决定大胆一搏，直接拆那把太刀看看里面的结构。比拉刚要动手，小乐赶紧阻止他，因为仓库是他和天音还有鱼共有的，里面的东西得3人同意才行。比拉只好去找魔力运用组件，听罢修的话去找吧。道具就藏在残一道里，要先穿过第4城镇，再经过奥古莱魂溪谷到第8城镇，从第8城镇直奔第11城镇，残一道就藏在中间的路上。第11城镇后就是无果落药古城海，正好顺便收集独特剧情的道具。为了找到那个组件，比拉也加入了队伍一起出发。虽然多了个帮手让人庆幸，但小乐却头疼如何让2只兔子偷偷过阵。比拉就秀出一套完美的伪装术，简直堪称伪装大师。奥古莱魂溪谷是古战场，魔物利用士兵遗体造就不死者军团，这里瘴气四溢，成了不死者的乐园。所以小乐特地跑到第4城镇的道具店，买了一堆防瘴气的装备给兔子们。为啥只给兔子们准备装备？因为小乐身上带着路卡翁的诅咒，这诅咒能自动消瘴气。小乐现在对这种瘴气完全免疫，而且打守墓人一战后级别直线上升。当遇到僵尸飞龙时，他一看小乐身上的诅咒，吓得转身就跑。一路上3人如入无人之境，魔物都不敢靠近，直到深入溪谷，才遇到一个敢挑战的无头骑士，明显等级比小乐高。小乐正好想试试新技能，无头骑士第一个发起攻击，小乐使出最大强化技能，这技能用后有30秒的冷却，冷却过后属性大增，期间双方都没能伤到对方。虽然对手等级高，但小乐丝毫不感压力。感谢与守墓人战斗积攒的经验，小乐打算先把骑士从马上打下来，于是绕到马后，趁无头骑士转身时，比拉化身锤形波比，一锤100万吨轰出去。小乐也迅速反应过来，命令兔子准备魔法，然后原地起飞追击。虽然无头骑士反应迅速抓到了落点并立刻反击，但小乐利用武器灵活改变方向，巧妙躲开了攻击。正好此时30秒已过，小乐再次启动最大强化，耐力和幸运值瞬间飙升到104，加上那个能把幸运转化为攻击力的幸运之手，一拳又把无头骑士打飞了，然后迅速把棉子装备到手臂上，成功命中了数道兔子放出的魔法飞刃。小乐完全没想到自己队伍里的 NPC 这么给力，一拳就解决了一个比自己等级还高的对手。随后小乐捡起了无头骑士掉落的斩首大剑，拉比作为铁匠很想检查一下这把破损的大剑，他检查后发现这把剑还能修复，决定稍后帮小乐恢复他原来的模样。小乐这时反应过来，赶紧查看了一下拉比的状态，结果一查简直让人大吃一惊，这把剑的属性让小乐都吓了一跳。3人继续向溪谷深处前进寻找首领，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有个魔物正悄悄观察着他们。路上小乐好奇山谷上方是什么，但比拉劝他别冒险，因为山谷上方有一种叫水晶群蝎的魔物，这种魔物不仅成群结队，而且攻击凶猛，等级还超过100，一旦上去几乎是送死。这反而激起了小乐的兴趣，他心里暗暗决定事情忙完一定要去冒一次险。很快3人就来到了首领区，一进去就看到一个浑身散发黑气的骷髅法师。小乐不顾一切直接开了战斗，关键时刻还是比拉站出来了，让小乐争取时间，比拉则设法解决没有圣属性武器的困境。小月手上带着棉子冲了过去，目前只有兔子的魔法飞刃勉强算是圣属性，能对首领造成一些伤害。原来比拉正在用无头骑士的大剑结合圣水进行打磨，把它打造成一把圣属性的武器。小乐面对首领召唤出的鬼手，靠着灵活的走位轻松躲开，甚至还有余力让棉子用魔法飞刃反击。这一系列操作激怒了首领，首领一怒之下召唤出了6个分身，每个分身手里的武器都不一样。小乐这回躲闪的难度直线飙升，就在他快躲不过去的时候，比拉终于把圣属性大剑造好了。场地上没有熔炉也没砖头，比拉只好采取临时措施，这导致这剑只能攻击8次，超过8次就会把大剑给砍断，所以小乐得在8次内解决所有骷髅法师。战斗打到现在已经8分钟了，小乐还得确认一件事，那就是这些分身到底是幻影还是实体。在他一个灵巧的闪避动作下，一个分身的剑不小心射到另一个分身上，结果本体也跟着有所反应。小乐马上就明白了，这些分身和本体是共享血条的，而且从刚才的情况看，本体和分身的血量应该不多。小乐立刻有了计划，先把比拉推到一边，自己来拖延时间，然后用一个技能，这技能可以让属性在5分钟内翻倍，不过得战斗超过10分钟才能用。接着再加一个自残增益，通过牺牲血量增加攻击和敏捷，
再配合之前对抗守墓人的那个技能，高潮增幅，效果全开，一剑就干掉一个分身，其他分身转瞬即逝。这时候大剑只能再砍2次，首领只剩下拿着法杖的本体。小乐突然把棉子扔向高空，直接冲向首领。首领正准备反击，兔子从身后突然放了个魔法飞刃，把首领打得一愣一愣的。小乐其实一直想试试那次对抗守墓人时用的武器打法，结果首领一倒，溪谷的瘴气也开始消散，三人顺利抵达第8城镇，绑定好复活点。小乐说有事要办，让兔子和比拉先回兔子村等着。兔子虽然对小乐的举动感到怀疑，但小乐说服了他，最后只能再三嘱咐小乐别乱来。回到兔子村了，小乐可不是那种安分守己的，一甩开2个小伙伴就开始释放自己，先买了一大堆胡萝卜，马上又跑回傲骨来魂的溪谷。小乐就是好奇心太强，居然自己爬上了100米高的悬崖，就为了见见那些超百级的水晶魔蝎。边爬边感慨着周围的美景，发现这水晶地面走起来真难，但他还是坚持。突然一只水晶魔蝎出现了，小乐反应超快，一跳就躲开了。看到小乐这么敏捷，水晶魔蝎就开始疯狂攻击，可是打不到比猴子还灵活的小乐。知道这魔蝎的厉害后，小乐知道自己现在不是对手，就定了个小目标，四处看看，顺便捡点材料然后撤。但他没算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水晶魔蝎是群居的，一大片水晶魔蝎冲过来，小乐这才想起比拉的忠告，可现在后悔也迟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被分尸。复活点的棉子正好奇小乐遇到什么麻烦了，因为好久都没人回来，下一秒小乐就从复活点出现了，还埋怨这些水晶魔蝎不讲武德，又让棉子开传送门送他回去。可兔子不听他的，一直在抱怨小乐不听劝，幸好小乐带了胡萝卜，这才把兔子哄好。然后通过传送门，小乐又回到了水晶蝎的巢穴。原来上次躲攻击时，他偶然发现的神秘矿藏。看着眼前的诱人矿石，小乐觉得里面肯定有稀有道具，就用镐头敲了起来。敲击声在巢穴里回荡，一下子水晶魔蝎涌了出来。小乐索性豁出去了，开满增益继续敲矿石。小乐又在复活点重生，但还是没法对付那些水晶魔蝎。但小乐硬是从水晶魔蝎那儿弄到了神秘矿石，这矿石叫做琉璃硬晶，是魔物长时间压榨而成的，所以魔力含量超高。不过小乐还不知道这玩意儿能干嘛，他打算上攻略网站去查查。然后他躺下回忆起跟水晶魔蝎的那2场战斗。小乐觉得这些魔蝎挺笨的，他们总是乱撞，经常把自己人给伤了，甚至连壳都能撞掉。突然小乐灵光一闪，想到那些掉下来的壳也许能用，这让小乐又好奇了起来。不过这里面还有个难题，就是怎么活着把那些壳收回来。挖矿都是靠运气，更别说这个了，显然不可能一边挨打一边收壳。正当他想办法的时候，他看到兔子拿出魔力药水，就在补充魔力的时候灵机一动，突然他有了一个狡猾的想法。接着小乐第3次闯进水晶蝎巢，这次他使劲引起水晶魔蝎的注意，很快他又被一群魔蝎包围了，但这次他不再坐以待毙，小乐信心十足，然后他一个高跳躲到了空中。水晶魔蝎们因为惯性相撞，甲壳碎了一地，确定甲壳可以用后，小乐就用传送技能逃了出去，利用传送完美避开了攻击。不愧是个老玩家，小乐总是找漏洞，看到兔子拿药水的时候，他就想反其道而行，用传送把自己送到安全的仓库，然后在仓库里等魔蝎们冷静下来。小乐又传送回去，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收完了所有材料，想到用这些材料能做好东西给比拉，小乐兴奋的又开始敲打水晶，又用同样的方法把魔蝎们聚在一起。游戏里玩家背的东西多了会慢，太多东西会让动作变慢，但有移动仓库的小乐就轻松多了，只要把东西一扔进仓库就行。小乐这样反复操作，直到魔力用光，这才仔细看他收集的战利品，要是不看还不知道。一看小乐又开始纠结了，因为这么多道具就是没有蝎针，原因是蝎针总是挂在尾巴上面，普通的猛撞根本撞不到那儿，所以从来没掉过蝎针。小乐猜这肯定是个超级稀有的东西。这时候水晶魔蝎又过来了，小乐马上拿起武器，想用剩下的魔力试试看能不能打掉蝎针，结果怎么加成都伤不到水晶魔蝎一点。幸好打斗声把其他的魔蝎都吸引过来了，小乐就打算让他们全都攻击蝎针，他来回闪躲，不停调整位置，最后小乐站到了蝎针上，然后就等着其他水晶魔蝎集中火力攻击。最后1秒钟他用传送逃走了，进仓库一下子又回到了现实。就在蝎针出现裂缝的时候，小乐直接一个闪光突刺打向蝎针，居然真的把蝎针给打掉了。就在小乐正准备去拿蝎针的时候，算尽千计没想到手太短够不着蝎针，小乐复活后气得全身发抖，这段时间彻底不想再看到蝎子了。现在唯一能安慰他的就是炫耀战果给比拉克看。果然比拉克看到这些材料也吓一跳，这些都是稀有的材料啊，但是这些宝石得找宝石匠来做成饰品。听到比拉克一声大叫，
这些是来自兔子王国的盟友，猫妖精王国的，名叫亚拉密斯。亚拉密斯是单方面喜欢比拉克的猫剑士，因为兔子王国没有宝石匠，所以比拉克想让亚拉把宝石带到猫妖国去，顺便也把小乐介绍给他们。小乐得到了夜之帝王的认可，还打败了永恒守墓人，因为鲁莽行事被比拉克揍了一顿，拿着宝石就回去了。离线后，小乐收到与两人想见面聊事情的消息，但小乐精疲力尽，倒头就睡。第二天继续执行比拉克培养计划，把那俩人的消息抛到脑后。今天的计划是继续出发寻找魔力运用部件，但出乎意料的，亚拉也加入了队伍。俩人一见面就吵得不可开交。亚拉说宝石已经交给宝石匠了，这次来不仅是来帮比拉克的，还因为他把小乐的事迹告诉了猫王。猫王决定动用猫国全力支持小乐，这就是小乐击败守墓人后的影响，还有兔老大小弟的助力。比拉克这么说的。小乐身上还背着夜之帝王的诅咒，半狼人和蜥蜴人都想嫁给他，可能还会引起战争呢。为了避免麻烦，小乐又披上了那件破布。艾摩尔变身跟着走，比拉克和亚拉葬在布里，一路上吵吵闹闹的。沿路走着，小乐总觉得有个少女在盯着他，一问果然是冲他来的。那少女背后，这个图书馆工会小乐记得，网上说他们一直在搜集情报，因为香镜里的特殊种对剧情很关键，所以教授是为这个来的。好了，这样第一季就完美结束了，期待下一季男主的新冒险。